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本节目由硬核低价藏不住的同城旅行冠名播出。推理真相大白，天猫真香，好物安排。本节目由天猫特约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超好吃，有豆才豆，趣多多。本节目由趣多多曲奇行业赞助播出。欢迎进入大型美妙人生深度模拟游戏。欢迎进入大型开放式真人社交推理游戏《推门》。你将以玩家身份进入副本世界，开启你的角色冒险。本游戏版本共包含4个副本世界，在每个副本中，你都将解锁全新的角色，体验不同的人生轨迹，结识副本中的 NPC， 并通过探索与互动，逐步解构每个副本独有的故事剧情，破解案件，找出真凶。成功完成4个副本，即可达成通关成就，解锁隐藏结局。每个副本中可能包含1个或多个案件，案件开始后，玩家将被随机赋予推探或嫌疑人身份，真凶可隐藏在嫌疑人玩家或 NPC 当中，请仔细分辨。真凶的任务是隐藏自己，不被玩家发现，仅有案件真凶可以说谎。案件进程中，玩家可以触发不同的游戏机制来推进案件进展，合理利用机制，或许会有意外突破。案件结束后，进入真凶投票环节。若找出真凶，投票正确的玩家可获得1把金钥匙。若玩家是真凶，且票数低于其他嫌疑人，则真凶玩家可获得1把金钥匙。金钥匙将在副本结束后统一结算。金钥匙可用于兑换技能卡。请玩家确认，推门游戏须知，副本即将加载完成，请各位玩家沉浸体验，开始推理吧。副本3检测到异常，技能卡发送失败。为避免玩家出现危险，现紧急将玩家传送至副本4。现实玩家张若楠匹配成功。本副本限时玩家技能卡由微博网友们限时投票选出，请限时玩家领取技能卡。哇，谢谢微博的朋友。正在进入副本中。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秘密。我们推好玩游戏公司有2个怪谈，这第一个叫做人皮之下。传说这里的员工到了深夜的时候，都会褪去人皮，变成吃人肉、喝人血的怪物。没事，你在干嘛？没事，就像这样，没事。他们会游荡在四周。入职的时候我们还是正常人，可慢慢工作着，我们就有了动物的属性。就比如说被称之为职场松弛天花板的卡皮巴拉型人格。
卡皮巴拉型员工是谁呢？是谁呢？当然是我啦。我的职场生存法则是：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主打一个慢慢来，总会搞砸的，不较真，不内耗，不走心。你的耳朵呢？我的耳朵被我自己给吃了。他的耳朵。还有被称为职场乖巧天花板的修勾勾型员工。修勾勾型员工就是在下。我的职场生存法则就是，我会说好的老板，对的老板，厉害了老板。主打的呢就是一个上班态度好，上班没烦恼。那还有，怎么了，老弟？没什么，继续这个怪谈吧。还有被称之为职场躲式天花板的美人鱼式员工。我的职场生存法则就是，这事儿我不会，这活儿我不干，遇事能躲则躲，看到麻烦我就绕着走。想要抓我，我滑不溜秋。哦，你的耳朵又跳起来了。还有一个，生物链最底端，谁看了都想欺负一下的小白兔。就是我啊！我的职场生存法则是：有活就接，有苦就扛，有锅就背，主打一个老实本分，逆来顺受。好乖的小妹妹，我喜欢。不是美人鱼吗？哦，对哦，怎么变成老妖婆了？你每一期都是这样。没有不换一下风格？兄弟们看腻了是吧？我再琢磨一下。换一个高冷一点的，今天来个小白花好不好？你来个高级点的，清冷。就是叫我闭嘴呗，各位。没有，是这样的。那当然，这个职场当中少不了那个会狐假虎威的小狐狸喽。哦，这小狐狸一看就胆子很大。我的职场生存法则就是，能力可以后天培养，但队伍一定得提前站好。主打一个看人下菜碟，欺软又怕硬。那谁是硬呢？那谁又是软呢？我呀，我是那个软。哦，不愧是新来的。最后的最后，还有职场里的 KPI 猎杀王，最擅长的狼。不错，我的职场法则就是，我要吃肉，我要喝汤，我要做公司的领头狼。我天哪，好可怕，好有狼性，好有魅力！天哪，龙东旭，龙东旭。还有，这只是第一个传说，我们公司还有第二个传说。谁可以帮帮我？据说，公司入夜后，会有一些手啊、脚啊、脑袋呀，从四处爬出来。那你开心死了，你可以吃。对，你可以有吃的了。但是这些人头
和手脚会来找到你，找到你，还有你，还有你。我就算了吧。他会追着你们，会跟你们哀求道：“帮我招招手吧！我的脑袋呢？我的脚呢？我的身体呢？”如果没有帮他们找到，他们就会把你的身体一块一块一块的全都拿走。每次这样你最吓人了，姐。等一下，一只脚，一只脚，一只脚。这怎么了？怎么回事？一只脚，要把它拿起来吗？哎，是软的。谁让你过去看？不用拿过来。哎，这怎么？上面写字了。复仇？复仇？谁可以帮我找到我的尸体？找尸体？是什么？找尸体？谁可以帮我找找我的尸体？你是不是小狗？对。闻，闻这只，闻这只。好，然后走，开路。它在哪儿？没有这个技能，不好意思。不是，这就证明了一件事儿，刚才我们说的公司怪谈成真了，会跟你们哀求到，帮我招招手吧。如果没有帮他们找到，他们就会把你的身体一块一块一块的全都拿走。天啊！怎么这么暗啊？我开点灯。哎呦！哎，这围着这么多人，这是干啥呢？这是？先生，这些啊都是我们公司的员工。今天呢是我司1月1次的疯狂动物趴主题日，大家呀都会 cos 成我们的老板最喜欢的动物。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疯狂动物趴，第一个最惊险刺激的环节——都市怪谈分享会，现在开始。老板致辞以后，他们就开始讲都市怪谈。到了晚上的时候，就会脱去自己的人皮。这不今天嘛，特地的邀请您来啊，我们的大客户啊。哎呀，太酷了，太酷了，先生啊，您来参加嘛？那你还知道我是你大客户啊？这断肢到底是谁的呀？这不是，这个有一个疤，我记起来了。我昨天下午的时候，我在那点蚊香，突然我一转身，老板过来了，我撞到他的腿，蚊香落在他腿上了，留下一个疤，这是老板的腿。啊！是你杀的，是你杀的，就是你杀的，不是。你瞅啥知道？这是不是？没错，这是老板的腿。这个方形的疤就是昨天他亲手烫的，我亲眼所见，这是老板的腿。那就是你们2个人一起杀了，因为烫伤了老板。老板说你们2个混小子，你们一起把他合谋杀害，并且截肢，直接所凶。根本没有，我们烫伤了之后，老板还邀请我们参加这个怪谈。但是我们2人可以做彼此不在场证明，因为老板分配给我们任务之后，我们2个人在我们的员工宿舍里一直拉稀，拉到今天早上，主要肚子不舒服，是公司吃了什么脏东西了。那他俩要是这么说的话，我明白了。推理攻破奇案，同城超省陪伴，这是你们的探案搭档同城旅行为大家准备的搜证助推神器，帮助你们轻松捋清线索逻辑，探索真相时刻，我们同城出发。好嘞，来，既然你们2个有不在场证明，那我就交给你了。
行了，你发给大家，没问题。推门 online 提醒你，主线任务已触发，请查明残肢疑点，还原真相，锁定嫌疑人。那我呢要去带我们的大客户啊，太酷了先生去休息一会儿，你们加油，保重身体啊！回头见，哎。原来两位是推探大人，失敬失敬。现在才知道。不，我没搞清楚状况，现在知道也为时不晚呀。刚才是谁说我们2个人是凶手要死凶的？谁呀？他说了。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怎么可能会有这回事儿？我的记忆里就没有这回事儿。当然，我最相信这位酷似修沟的员工，因为他就是很忠诚。忠诚。接下来我们要探案，没问题。我们要来搜一搜，看看这只撅，戴手套摸撅啊，不然会得那个脚癣的。刚都已经摸完了，摸遍了。一会儿别碰我。刚才已经跟各位确认了，这个就是我们老板的右腿。所以呢，接下来各位要在我们这个大厅里好好搜一搜，看看有什么证据，好不好？好的。来，先来看看这个吧，兄弟们。什么？6张便利贴都写了推好玩公司的好话。比如说这个，推好玩公司游戏做成这样，还让不让别的公司活了啊？但是背后写的是，上个班竟然还要我们表演节目。还有这个，推好玩公司，推好玩出品必是精品，这句话我都说累了。背面写的是，在这个公司的职场里，谁演得好，谁就受宠。那么刚才那出戏谁演得最好？你一直在演凶手。对，我是演吗？我平时就是这样呀。你为什么说话都是这样说话了？推好玩公司游戏爆款制造机，后面写什么？每个月1次的疯狂动物趴，千万不能去，参加的员工都消失了。啊？参加的员工都……还看到了几个员工的尸体。推事的都市传说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哦，真的，这个传闻居然是真的。拿着，南文琴拿着。这个刚刚南文琴找到的都市传说，谁可以帮帮我的破解办法？当你无法完成死者委托时，将会响起倒计时，时间一到，你的身体将被它一块一块取走。如果你的身边刚好有贴了这个花啊、草啊的柜子，单独躲进去，你就能暂时逃过一劫。就是这柜子。贴了旁边贴了花，你看那个也有个1、2、3、4、5、6，正好6个柜子。我们每个人要躲一个。哎，还不能看是吧？这是小白兔吧？真的太好奇了，有点。先摸清楚，一会儿好躲。找到我的手了吗？没找到的话，就把你的手给我吧，我要来找你。没事。什么意思？我们是找不到这个尸体的嘛？肯定找不到。我们得把我们的手给他。但是我们躲进去就可以避免这个了。我们得每个人躲一个。我要来找你们了。10、9。我倒计时，快！不是怎么开门呢？你别怕！这。拿门把手。6。有门把手。这有门把手，你先进。还没有呢。谁还没进啊？你去。我去了。哎，门把手在哪儿啊？不是，等
来，你来这个，来这个，来这个。有了4、3、2、1。好了。我的天哪，锁上了！我的妈呀！门是锁的呀，朋友们。啊，门锁住了。听不见，看不见，不要吓我。听不见，看不见，嗨，他应该不会吓我吧？林丑啥？你还在吗？在。何苦呢？在吗？何苦呢？完了！哎，何苦呢？卡皮巴拉。我来了，你们在哪儿啊？妈呀，这手得多疼啊！没事吧？啊！别过来！别说话！别过来！你先去找宁哥。啊！要我放过你们，就快点帮我找到剩下的身体吧。快点去找！好，知道了，我们分好，没问题，交给我们吧。去哪儿找啊？出不去啊！检测到总电闸跳闸已超过15分钟，现在启动备用电源。可以出了，没事吧？没事吧？有人从后面出来吗？你们？对。有吗？没有。有人进我房间了。他开门进我房间了。进我房间了。真的假的？啊！给我吓一跳！我真的。是这样的，刚才他说啊，想要活命的话，就帮我找剩下的尸体吧。尸体吧。这是不是他的手啊？这里有盆手啊！哎，这啥玩意儿？那这样，我们去下一个空间。去哪儿？你是干嘛的？我是本司 HR。OK， 那就先到你的工作区域去搜索一下，好不好？好，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让我用爱唤醒你心中的善。走 ，Go， 雨停了，我又行了。人力资源部，就来看看他这个地方。哎，找到了，另外一具尸体。我天，这是哪个部分啊？这是不是腿啊？哇，这个，哎呦，这是右臂、肩膀。啊！一场复仇。这是你的工位耶。哎，那是什么呀？好有感觉的两张海报啊！真的，你好像那个女主角啊！真的好漂亮的2位女主角啊！
你评价评价这个，我评价，这怎么念啊？国色天香，美貌如画。说话，不要沉默。一样。同上，对。这什么？这是一个，千万别按我，千万别问我，怎么了？第88套职场打气操现在开始。什么操？什么88号职场打气操？我要跳吗？要一起跳，跳啊你们！大家跟我一起。你在最前面领舞。好。这真是服从性测试啊！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在公司的恭维嗨。公司的恭维嗨，来。最想做的事就是在公司的恭维嗨，公司的恭维嗨。最想做的事就是在公司的同老板说拜拜。我觉得我被污染了。这服从性测试我真的。哎，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为什么？这为什么水上芭蕾啊？因为我什么都会。你很壮哎。对啊，我练得很好，因为我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表演。你们不知道我在这个公司接受了什么样的摧残。刚入公司的时候，老板说你是一个活力女孩，你让整个公司都振奋了起来，所以你每天都要给大家打鸡血，这就是我的任务。可是这个任务变得越来越重，我一开始只是跳跳操，喊喊口号，后来要去水里给大家玩水球、跳芭蕾，越来越过分。原来那个便签就是你写的。要表演节目。上个班竟然还要我们表演节目。是的，我待不下去了，我好累，我不想干了。所以你杀了崔老板，他不让你走，他通过某种方式把你困在这个办公室，让你天天跳舞表演。我接受你质询我，但我不接受你这么无情的指责我。谢谢。没错，他刚才说的都是真的。首先呢，在2026年，也是今年的时候，给他设置了很多表演。我开心了，惊呆了，你要表演比心；我伤心了，惊呆了，你要表演拿球；我生气了，惊呆了，你要表演转呼啦圈；我无聊了，惊呆了，你要表演禁闭3天挑战；我累了，惊呆了，你要表演水中逃脱术。你真忙啊，好惨。这个呢，他说这是科咋办是谁啊？可咋办就是在下了啊！姐姐，这样的舞你从未给我跳过，什么关系？可咋办？哇！你能不能别这么激动？这你自己来给我说来，你自己说。你念吧哥，你更声情并茂一点。对，我只要你自己，你要那种羞勾勾的感觉啊！来自己。我现在这里给他跳嘛，对吧？然后你突然冲出来说，等一下，能不能？你还等什么啊？说来就来了。3、2、1 ，action！ 姐姐，这样的舞你从未给我跳过。你想看啊？你早说呀！这不是你的词儿，你是这个。你把看的念，把这对联演了。等一下，还有什么私人表演？你不要管这些。姐姐，被威胁了，你就眨眨眼。
是自愿的。OK， 不是的。你别瞎猜了，这是正常的打气操，只是我的舞姿本来就很慢酿。不，姐姐，这个工作不是这样的，我带你走。不要，弟弟，违约金太贵了，等姐姐再存点钱。姐姐，你等我，我来想出路。快，出路这么难找。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不想干了，为什么还在这儿待着？因为我在这个公司，我刚入职的时候，老板就说我要签一个30年的合约。我想30年也无所谓啦，反正我就当一个铁饭碗好了。现在是不是还有1年就到期了？还有20多年。他的杀人动机现在是这样的：受不了想逃离公司，但是老板不让走，所以他只有杀了老板才能走。但是从这个 iPad 我们知道了，柯咋办可能对这个姐姐有一种别样的情感，爱慕之情，他会帮你想办法。对。但是你可以这么理解，朋友们。但是我作为就是狗狗型的员工，我是一定不会做这种事情的。为什么？忠诚。对。你为了姐姐可以啊。没有，朋友们，我发现你们这些人真的，世界上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有非常多，为什么一定要杀人呢？我能不能去打几份工呢？能不能多赚点钱呢？怎么一到你们的脑子里都是杀？但你身上确实有伤痕，脖子上。像是分尸的时候不小心的误伤，还没到你抗辩的时候。你怎么还栽赃我？再看一看这一块吧。这个还有什么东西？这个打不开吗？再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下午的表演时间到。啥？下午的表演时间到。因为我每天都要进行大量的表演。哎，这是什么意思？没事，天塌了有高的顶。不是，等一下，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蹲下来。快蹲！不是吧？等会儿你下来，先下来，危险！哎！啊，这有点压抑了。救命啊！请对着6个圆孔玻璃做出你名字的表情包动作，要值得公司全员转发的那种哦。我这儿有一个。我这有一个。什么表情啊？来，朋友们，我们先做一个小白兔的表情。来，难为情。什么鬼？来，3、2、1。盯着你，来，3、2、1。盯着你 ，OK。盯着你。OK， 您瞅啥？主打一个不较真、不内耗、不走心。自动检测中，表情包合格。已搜集表情包，下午的表演已完成。耶！我们得自由了。哇，妈呀！太好了。来，站起来吧。
小狗狗不要在地上趴了，小狗狗，卡皮巴拉不要摆烂了。好，没事没事。房间还有什么东西？什么声音？柜子这个柜子弹开了，这个我说打不开来着。体检报告。入职体检，我们看看他的体检。体检人可咋办？可咋办呢？在这儿啊？经检测，患者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镜头恐惧症，患者需避免高强度社交工作。这儿还有照片。第一个是啥？哦，是谁呀？这是你吧？我看你都到这个圆桌上跳钢管舞了，你还有什么话？你怎么就能证明这是我呀？这是我拍的。你在外面干的事儿我都知道。第二张是什么？哎，直播的时候吧。哦，可咋办？游戏直播，然后呢？然后就是老板站在后面揪着他的头发。哦，揪着他头发，惊呆了，说早点下班，姐姐赚的钱都给你。屯姨说，可咋办好帅，我也要这样的陪玩。你是干陪玩的啊 ？OK，能让可咋办对镜头撒娇8连拍吗？哦，这给人就是你是做游戏主播的啊？对。还有一个这个。朋友们，这个很重要了。天哪，他不会要跟老板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吧？这是我用前后双摄拍摄的，可咋办？你跟老板出去，去到一辆商务车上。我向大家坦白吧，可咋办？就是我的亲弟弟。啊？当年我入职这家公司，因为公司的福利实在是太好了，我就想说利用我是 HR 的这个便利，把我弟弟也弄进来。没有想到我弟弟进来之后，却被老板逼着干这种。可是，在入职体检的时候，他被检测出患有非常严重的镜头恐惧症，还有社交恐惧症。结果他的工作就是 coser 啊，陪玩啊，折磨我可以，折磨我弟弟，我绝不允许。原来你是真姐姐啊！我是真姐姐，不是那种姐姐。你们都误会了，没有误会，没有误会。哦，是。所以你就因为他虐待了你最心爱的弟弟，你就想除掉这个老板。他现在有双重杀机了。是的。所以他的杀机，第一是救弟弟，第二是他被强迫干这件事儿。对。那就没问题。手机还有吗？手机没有了。走，下一个房间看看。接下来要去贺的工作区域。贺的在哪？在这儿，上2楼。出发。哇，他胆子真大。呀，我想要再看一看有没有关键性线索。没有哎，没有啊。我跟你说，你们就放弃吧，找这个什么关键性证据是没有可能的。为什么要放弃？又说什么在一起？推。哦。哇哦，这里有点。这个地方很有意思。没错，这就是我的工作环境。哇哦！等一下，这有个手，手上写的这是。这是一场复仇。何苦呢？你做人何必要做这种事情？你猜测一下，这个笼子。检测到员工已进入，开启今日战斗模式。什么意思？请选择3位员工进入8角笼中。快，你们3位。不，这个因为是我的工位，我来选择3个比较合适的人选。我选你们3位。你是谁呀？你来选。我给你出主意嘛。说点好话来听听。卡比巴拉，我的最爱。因为我的工作比较特殊，这个需要有一些动作，2个声来吧。好，来战斗。那他手还……忘了。
我来替我的小狐狸，来吧。请3位员工站在中心准备区，战斗开始前不可以离开准备区。看好戏了啊！3个1.9米，给我们表演好。战斗开始。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们先站稳一点吧，我怕他开始晃什么的。没那么高科技吧？我想某人能不能先把嘴里的面包，哎妈呀！哇，撞球过来，他们。你们想干嘛？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干嘛？快，我们背对背，来，胳膊。别吃了，我们这个意思啊。请3位员工坚持3分钟。那太简单了。那你们别这样。那松了。我们松手。我不可能出得去，朋友们。哎，他们怎么自己出去了？啊！战斗失败。为什么？是要站在中间。哦，站在这儿是吧？轻敌啦！哎，等等，我们是不是可以拦他们？在外面找找能不能有拦他们的。等一下，我刚看到这个东西啊，这是，他是说公司引进一批新型机器人，输入编号即可关闭对应的机器人。机器人编号为隐形标识，仅通过专用光源读取，是不是啊？这个，明白了。我们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他们那个数字嘛。哦。那简单了，赫负责找吧，小丁就在这摁。他裙子不太方便。可以。来吧，哥，小事儿，刚才没想跟他们好好玩，其实是。对，没有认真刚才。哦，他们腿上都绑着一个东西。战斗模式即将开启。4、3、2、1。哎呦喂，哎呦！你先照那个正对着我们呢。337吗？23几7 2137。好了。2137号机器人已关闭。没事，你往我身上靠。59，可以撤了。8859号机器人已离开。来贴，还有40秒，我们要拿下了，朋友。对，哎，16，照这个。2516。2516号机器人已关闭。站起来！时间到，战斗成功。耶！我天哪！辛苦了，惊呆了！我满嘴都是狼王的毛。饿了，玩饿了吃毛。辛苦了。喝口水。我来倒，你手不方便，我来。来。哇，这还有，来，还有。你在这放这儿了。谢谢。这个八角笼为什么会有这个模式啊？何苦呢？同时招来自己弄的。这是我的一个工作区，我日常的工作呢就是动作捕捉师、动捕师。哦。等一下，这有个东西啊。来，我们坐下看来。狼王还要坐之前弄一下尾巴。狼王懵了。来。哎，等一下。这个盒子外面怎么有一个美女的照片？哦，
原来是我啊！你们二人又是什么关系？哎，等一下，指甲。这个钳子上面写着私人定制，但是里面都是拔下来的人的手指甲，还有牙。这谁？他赠给赫的。这是栽赃，这是陷害，谁在栽赃？绝对不是我。停！一个个的在那阴阳怪气、阴谋论什么呀？我现在已经褪去了卡皮巴拉的外套，我跟你们讲，你们给我放尊重一点。你现在是什么身份？我现在是赫哈嘿。哦，赫哈嘿，没有什么栽不栽赃的，我跟他的关系就是正如那个铁盒上面他的头像一样，非常的甜甜蜜蜜，我们正当情侣关系。哈哈。啊！哇，你们是哇，我就乐意看赫谈恋爱。你让开，别站在我们俩中间。我多余了。对，我走。我们俩坐，我们俩就是情侣关系。好的，知道不用重复了，可以知道了啊。OK。然后呢，我们俩都在这个公司工作。是的啊。他呢是一个小白兔一样存在，对于我来说。等一下，我是 HR。本公司不允许公司恋爱，走过我这道吗？马上把你的小白兔给黑了！不要把你的个人情绪放到工作上来。我有个人情绪吗？破防了？没有啊，没有，看起来就是秉公无私。好啊，好啊。等一下，我把这两个一块看完吧。还有个 pad， 这 pad 上面是一段视频，我们来看一下。巴拉 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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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拉。没脾气，对着壮汉当作马杀鸡，被水冲湿洗淋浴，别摇头也笑嘻嘻。happy 巴拉，算了巴拉，算了巴拉，嘿嘿，算了巴拉。happy 巴拉，就你的头上总是顶着很多东西，这是你的什么独门绝学是吧？是他遭受了很多这种，比如说让他跳舞，但让他演杂技。没错，我呢虽然是一个专业的动捕师，但是我也承担了动作演员他们其中最艰苦的一些工作。明白。虽然说我身心有点不舒适，身体上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是因为我的性格是卡皮巴拉嘛，所以说回头一想，嘿嘿也没事儿，就一笑而过了。没有杀鸡。我对我的工作是非常享受，因为什么？因为我跟我的对象在一个办公室。确实，我知道了，杀鸡应该是对象。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盒子来，这是怎么回事？这是你对象遭受的，对不对？你的门牙是假牙，贴片，是不是？这是他的牙，对不对？首先，这个盒子是对于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的对象，他送给了我一盒巧克力。啊？这是巧克力指甲？巧克力盒，巧克力吃完了，这个盒子我一直留着。里边这东西呢？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呢？因为我对象是一个非常兔子型的人格，他是一个 I 人，但是有一次我听见他在电话里哭，非常难过，我就非常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前天吧，我进他宿舍，我突然发现他的床底下居然有牙齿和断掉的指甲，同时还发现了一把带血的钳子。啊！我发现这一切都跟那个推老板有关，他在虐待我的对象。虐待？我非常气愤地来到公司去找了推老板，推老板居然对我说：“我虐待他怎么了？你能拿我怎么办？”啊！你们是我的员工，就应该被我把玩。所以你就想杀了他？所以我说：“好吧，我就走了。”
啊？不可能，绝对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是性格很好的卡皮巴拉。是他叼着根草就走了嘛？我就想着，那我实在干不过他，我吵不过他，我就只能带着我的对象走了。走得了吗？刚踏出这个公司的门，我们就一阵眩晕，被传回到了办公室里边。传送啊！是的，这里变成了一个出不去的大楼。哦，明白了，它还存在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出不去这个公司了。然后呢？所以他想杀了老板才能出去呀。明白。看一下这个宫位，哇！你看，他所有的照片上都有一个兔牙。哎，为什么这些笔全部被啃了？因为我压力特别大，所以我就比较喜欢啃笔头。哎，等一下，这是我的男朋友送给我解压的玩具。你看我们的感情多好。这是你是动画师吗？我是游戏设计师。他设计游戏，我动作捕捉，我们俩双剑合璧，天生一对。你们好了多久了？蛮久了，比你想象的还要久。要一遍一遍的说，是吧？因为你在问啊。找一下证据。卡皮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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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皮巴拉。你们发现了吗？它是带有电的。拿个东西，拿支笔，都不可以啊。这可以。哎，这里有手，什么？类的，这应该是跟金那个可以连在一起。什么类的一场复仇？动物类的。动物啊，有可能。还有，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我设计的图，就是我设计的都是正常的，但是老板就会让我设计的比较夸张一点。那这个呢？这个游戏用更少的钱去更多的地方才能赢，获得这些省钱功能卡呢，就非常的关键了。厉害啊，一眼就看出来了。而且你看，这个不就跟同程旅行 APP 一样吗？同程旅行 APP 搜酒店超级省，大额红包最高300元随心抽，专属周末住4赠1，能省不少钱呢。这个不就是游戏里的超级折扣卡吗？算你懂，用更少的钱那去更多的地方呢？那不管是在国内玩还是出国玩，订酒店、订机票，同程旅行一站式全能搞定。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个隐藏福利。什么？在同程旅行呢，还能够单的返现金，这不就是超级返现卡吗？哇！我想方设法把同程旅行 APP 的这些省钱秘籍全放进游戏里，终于有人能懂我了。哎，厉害！耶！但是这些照片怎么回事？就是各种那个，就是你被摧残的照片。他其实一直在被狂揍、狂殴。我问他你有疼吗？他都说我不疼。但是我觉得他那个不像是演的，所以我觉得很奇怪。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个手账。超绝卡皮巴拉，皮糙肉厚。然后呢，这是他吃的草是吗？他的毛发。因为他的腿，有一天我跟他吃饭的时候，发现他腿上有很多卡皮巴拉的毛。卡皮巴拉的毛？啊。这是自己长出来的？对，这是脚毛。是，它就是比如说毛纵啊，是，毛发旺盛。你要变成卡皮巴拉了。但是我不知道。你自己不知道你没告诉他这件事情，难为情。因为我怕伤到他自己。箱子里还有什么东西啊？你看看，你比别人多好。
我又买了很多那个脱毛的那个脱毛剂，兑在你的沐浴露里面，希望他们都别发现你变成卡皮巴拉了。结果那是洗发水。脾气好，爱吃草，不吃荤。这没有啊，他刚吃了好几个牛脆脆。他现在还是人吗？他还是人。大部分时间都在进食啊，那确实跟他很像，他现在有点这个感受。对。有点这个感觉，一直在进食。这叫声是吠叫、尖叫、口哨声。他现在开始经常对我就是吹口哨，就是这样。哦，我知道了，就是说，在他动物化的时候，他会出现另一种人格。不是人格，是生活习性，包括他的饮食都会改变，包括他的体征都会，而且他会，你看这个，他现在是这么高，他会慢慢变成缩了。我不要。不是，他变成这样你就不爱他了吗？他说的是跨物种恋爱是可以的吗？即便它是一只超帅的卡皮巴拉。你犹豫了？我犹豫了。他就算不爱我，我也可以守护在他身边。哇，不是，人家不要你，不养你，你变成动物之后，正常给你弄个笼子，小养起来，每天喂点草啥的，那也是一种陪伴。没有要带他出去，发现我们俩出不去。哦。我觉得很痛苦，我的老板一直压榨我，还压榨我的男朋友，我觉得我要逃出去，但是我逃不出去。所以你想杀人了？不，我不接受你这个蛇蝎女人的指责。你再指我一次。我们俩虽然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怨气，但是我们俩的性格你记住了，一个是卡皮巴拉，一个是 I 人。是的。我们再恨也不会。我们是逆来顺受。没错。还有东西吗，朋友们？哦，这个，这是我的兔子。按我。差不多了。我看他那个样子，已经快成卡皮巴拉本拉了。明天我要换一个更猛的来跟他打，我看他能扛多久。什么？你不会再利用你男朋友吧？什么？不是我。你说一遍。你们不要破坏我们的关系。你们听完，这还有好多。那些动物就是畜生，能让我们人类开心，就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价值了。让我们每天开心。是因为有一天我忘记拿东西，我返回来这里拿东西的时候，突然听到老板说话，老板在打电话，老板其实早就知道你要变成卡皮巴拉了。我变成卡皮巴拉是因为老板。对。所以你真的是人类的复仇。动物类针对人类的复仇。但是这些动物是因为被人类虐待了。对，就像我一样。因为你变成了动物，他们就觉得你就是用来被虐待的，用来被观赏的。也有可能你就是那个动物变的。啊，是这样的啊。首先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呢是，我们本来就是动物，对吧？你变成了人，然后所以他们虐待你，觉得理所当然，因为就是你们最大的价值。对。第二种可能呢，就是这个公司是一个什么异次元空间也好，它会让我们这些人变成动物，然后既然我们是动物了，虐待他们理所当然嘛。是。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就是动物，只是说我们认为自己是人。真的吗？你是鱼，你怎么突然变成一只猪了？杀人动机也有啊，对，他的杀人动机是老板虐待他嘛。第二是什么呢？也想要逃出这个公司嘛。行嘞，那去我们磕的地方吧。刚才那个他姐姐旁边那个。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残肢上面的字现在都我们都记着呢。好，盯着你记下来了。记着了啊 ，Go。这有没有关键性证据啊？关键性证据。让我一直在观察，看有没有他们谁那儿有一支红色的记号笔。为什么？因为这个我哦，他写在那上面那个是吧？你找到了吗？没有找到，那就没有。上微博，进入开始推理吧话题页，一起揭开副本真相。看看你这小骨头，哎，
都不敢碰这些把手了。现在，我的饭卡呢？我的饭卡呢？咪咪，好，打卡成功。你不用想了，今天你的钱一定够花。上一次我们的积蓄。哦，对人。哎，你真的说对了，是人类的。这是一场对人类的复仇。对，这个是可以动的。哦，这肯定是可以动，摁一下。哎，别，你为什么每次都往外勾，大哥？是往里摁。没礼貌，喊谁呢？那就这样嘛，先回家来。回家，握手，然后爱你爱你。哦，开了，不愧是狼王啊！里面有东西，伸手进去吧。伸手进去，你伸。我不是，我帮他拿着，我拿。没事。我上。哎呀，真有手啊！还什么意思啊？不是，他一直握我手什么？他这剪我指甲干什么？挨个骨头。再按一下，先按这个，然后要吃东西。吃东西。这个。那儿也开了。哦，这儿也有。妈呀，这里有好多你的吃的。哦，对，是的，是磨牙棒。那还有一个。哦，那还有一个，这个谁去啊？兄弟，这谁能勾倒？再按一下，回家玩球。飞盘。Sorry，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你真的要叼啊！啊！哇！看着，王炸来了，啪叽，喝一尾。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朋友们，我也是就是今年入职的咱们的这个公司。我刚到公司里面的时候就兼职了他们的这个类似于做一些就是市场销售之类的这种。那我来了之后呢，我最先注意到很有趣的就是这个茶水间上的按钮。我去按顺序依次出现的时候呢，先开始它会出现一些我喜欢吃的东西，就比如说什么火鸡面呀，对，什么小辣条呀等等之类的，我就经常来按这个按钮，然后获得一些吃的。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有的时候把手伸进这个洞里的时候，洞里面会有一个手会从我的手前划过。于是乎，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就非常的想啃骨头。然后后来我就见到公司的这个老板叫推好玩。然后他呢就会开始叫我在有的时候我下班之后去做直播，游戏直播，对，做游戏直播啊什么的，让我去做这种事情。但是我从小就是比较对镜头有恐惧感。体检人可咋办？经检测，患者有严重的社交恐惧症、镜头恐惧症。但是他就逼着我叫过去。明白。老板他就向别人介绍我说，可咋办？还有一个独门绝学，就能够100%接到这个飞出来的盘子。我当时还跟他说，我说怎么可能？我又没有做过这种事情。所以当时他说完之后，他就说不信你们看，然后啪出来一个盘子，我就发现哎，我就100%接到这个盘子了。对，你都到这个圆桌上跳钢管舞了，你还有什么话说？哦，你这是哦，我懂了，他也那个了。你已经狗了。他是狗了，因为他要吃东西。他最后讲的是什么？我要吃东西是吧？对，他是有顺序的。比如说回到家之后要干嘛，这是他的规矩，这是第一。第二呢，
他把手伸出去之后，就有人帮你剪指甲，也意味着他已经是狗的行为了。然后还有磨牙棒，你咬一口我看。以后别说好了，说狗。来，再找一下，这个柜子能打开吧？这3个骨头的柜子，啥意思啊？来，这个骨头3个骨头放这儿了，放在这里啊。哦，开了。哇，6个骨头了。OK， 让我来揭穿这最后的秘密吧。密码是什么？说。姐姐的生日吧。如果不是的话，我真的不理你了。密码是卡皮巴拉。等一下，我先看一下这个，先看这个本儿啊。他是2026年5月5日入职了推好玩游戏公司。5月10号，老板让我表演一些打气操，表演好了才会有奖金。5月11日，这个老板私下也会让我表演打气操给他看，拒绝表演。2026年5月13号，我最近记忆力下降的好快，前几秒想干的事儿，后几秒就忘记了。15号说，我怎么一直耳鸣、晕眩、肌肉酸痛，大概率是跳太多打气操了。哎，我就是太努力了。这怎么是我的？姐呀，你不是人。身上皮炎一直不好，愁死我了。不上班什么事儿都没有，一上班什么病都有。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姐呀，我要带你走。他刚刚不说姐不是人，又要带姐走？对啊，啥意思啊？姐不是人，不是贬低的意思啊，朋友们。我反正听得挺不舒服的。不是这样的，姐，不是这样的。这个日记本呢就是先开始我入职到公司之后呢，我的姐其实一直是元气满满的一个状态，她经常呢就会去跳舞啊什么的。但是到后来我发现其实又不对劲了，因为她跳的实在是太频繁了。于是我就发现了那个节目单，发现节目单之后呢，我就发现她其实是要做很多这样的表演。我就想带她逃脱，带她离开这里。于是我试图往公司外面跑，结果和你们刚才是一样的，就是也是一阵眩晕，然后就会不记得发生什么，就又回到这个公司里面。然后我捡到了她的日记本，我就也带在身上了。后来呢，我就去调查这个事情，就发现她发烧发得特别厉害，最重要的是她浑身开始发白。然后我就凑近一看，哇，吓了我一跳。我调查发现，这些症状对应了一种动物——白鲸。我就发现了这个事情，所以我就会在那个笔记本的最后一页的最后一句话上写下一个“姐姐，你不是人”。我是白鲸，他是晶晶，我是白晶晶。我想问一下，你发现自己有开始狗化了吗？对，我发现了。你有这个察觉，你就觉得哎，我最近怎么那么狗？有这种感觉吗？我就是觉得，对，我觉得我有一些行为。这个密码是什么东西啊？跟姐姐有关系，白鲸。打开了。有一天我就路过这个推好玩，就是我们的这个老板的办公室，我就发现他坐在办公室里面，很诡异的盯着有一张照片，非常像变态一样的，就像盯着自己的玩具一样。照片就是这幅。哦，推式动物园，上面这个狐狸叫做小狸，小狼、小汪、晶姐、小卡、小兔，那就是我们6个呀。对啊，我们6个本身是动物哦。对，然后慢慢有了人的行为，不是，是让他们变成人了，应该是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又会再往回退？就是先变回，再变回。我不知道，因为你看啊，今天死的是老板吧，对吧？那凶手在我们之中嘛。对。但是他写的这是针对人类的一场复仇，这是一场对人类的复仇，那就是我们6个呀。那也就意味着我们不是人类。我们去庭院看一下。这里。这儿有一扇门。这儿。哇，又有一只脚脚。
等一下，这个脚这儿有个爪印，这是一个动物的印儿，对吧？对。配电箱，这里有个锁，是不是钥匙开这个？啊，找到了这个钥匙。这里为什么会有一个钥匙啊？钥匙。哦，来，不是这个钥匙啊。哎，这有，这还有个人头。哇！这是忒好玩的脸。哦，这老板的头。他为什么还有个假睫毛啊？就把头搬过去好不好？啊？哎呀，他这个手感真的是。哎呦我天哪，洗手。等一下，这里边会不会有东西啊？我怀疑这缸里有东西。哇，血水！这缸里有关键性证据。用这个。没抓到，没有。没找到。我刚才碰到啥东西？我来试试。哎，有钥匙。哇塞！这是一把钥匙，朋友们，应该是那个配电箱的。这瓶子里应该有什么东西。哦，这个，啥？先扔边上。垃圾桶好多东西，拿过去。给我。刚才那个缸里吧是血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叫做附庸了，超强腐蚀性速溶液体，用于溶解骨骼、皮肉、衣服纤维等物品。哎呦，所以他整个身体已经被溶解了，在那个水里。对。那这些残肢不是他的？他是先切下来，把整个身子放里面。哦，躯干在里边。哇，这个给倒出来。啊，这些是各种动物，还有工牌。这是什么意思呢？哎，我们找一下这些动物跟我们相关的好不好？卡皮巴拉有了，这个白鲸有了是吧？你们两个推探应该没有吧？还真没有，我们俩。我们先把配电箱打开，老板身上有个这个。哎，电闸有2个被拉下来了，而且有一个烧坏了。这被烧焦了，证明它拉下来进行了一个短路。这哪里的电闸？哦，就是停电的时候呀，他拉的是这个闸嘛，对不对？哦。检测到总电闸跳闸已超过15分钟，现在启动备用电源。停电超过15分钟，已启用备用电源。当时他拉的应该就是这个闸。哦，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案发的时候凶手拉的，但是怎么可能？我们都在啊。行，那我们回到那个大厅。哎，等一下，尸检报告来了。哎，经检测比对，送检的断肢组织与死者头部组织 DNA 完全一致，确认该断肢与头部均为忒好玩。没错，就说明这些所有的肢体就是都是他的。他的。哇，这个凶手好厉害，他等于把4肢都截开，放在每个人的空间，又把它融了。没错，就是。你别这样，我会信的，因为好人不会这么说。等会儿这是多哥嘛？上面这个顶上写的“忒好玩游戏公司多哥”。多哥，这个电脑也是多哥的。多哥是谁？前台吗？不知道哎。哎，等一下，钥匙。入职时间2026年4月1号，
试试2026-401，这是他电脑，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2026-0401，走你。哎呦，这个多哥的电脑啊，说入职半个月，我的身体出问题了，竟然开始长毛了，连我手心的爱心胎记都长出毛了。还情不自禁的汪汪叫，难道人皮之下的传说是真的？我也是只精怪，为什么要在公司这么对待我？我真的恨忒好玩。4月21号，4月21号我还没入职，对我才入职了1个月。嫌洗得倒快啊，有点着急了，不像第一次玩啊。那就是忒好玩，有什么方式把人变成动物，或者把动物变成人？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哦，等一下，上面有工牌那个地方，是头上。哎，头上，哎，老板储物柜。哦，你们的工牌写上，然后把自己的动物放上。哦，刚才我们剪那个动物的图标。这些是各种动物，还有工牌。不要纠缠我。我动都没动。来，兔子粘上，小狗可咋办？很可爱，白鲸。OK。老板驻外，开。哦。大喇叭。播放一下。我们对外一定要宣传这6只摇钱树是家人，让顾客觉得我们有爱心。但对内记住了，畜生就是畜生，该关的关，该训的训，该打的打，这是为他们好。哪天不能表演了，不能繁殖了，观众不爱看了，那就是他该死了，那他们就该死了。这些畜生能让人类开心，就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价值了。就是他这人知道老板要放弃他、杀了他这种东西，就是最大的价值炸完之后，这人就得杀掉。请坐吧。坐着吧，坐着，坐着。刚才我们找到了那个播放的录音，就是说动物就应该虐待，他们是畜生什么之类的，对吧？然后包括和那个我们难为情，他听到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拿东西的时候，突然听到老板在打电话。我看他那个样子，已经快成卡皮巴拉本拉了。明天我要换一个更猛的来跟他打，我看他能扛多久。那些动物就是畜生，能让我们人类开心，就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价值了。OK， 还有2个东西，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推市动物园园区运营守则。明星动物管理准则，各动物管理者需严格遵守，确保达成工作任务。园区的这个门面担当是明星小狗小汪。作为推市动物园的流量密码，小汪必须时刻保持最完美的营业状态，每天需要完成20个小时的直播互动。我天！水族馆王牌白鲸鲸姐，负责每日10场水上表演，要求每一次跃出水面必须身姿优雅，每一项顶球动作必须精准无误，哪怕身体不适也绝不允许拒绝表演。卡皮巴拉的小卡，主打绝对情绪稳定的互动体验。游客可以对小卡进行任何整蛊挑逗，以此来验证小卡绝对不会生气的。这真是服从性测试啊！你有点可怜。兔子小兔提供拍照、握手、喂食等服务。若兔子出现暴躁行为，立刻执行电击矫正。哦。若因本能恐惧抓伤客人，必须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强制磨平指甲。哦，就是那个指甲就是。
那其余动物是什么呢？狼园和狐狸园。啊，咱俩，我们俩的还有。为了提高游客的参与度与体验感，允许游客肆意投喂各种人类食物。若动物出现腹泻，属轻微状况，不需要过于紧张。咱俩昨天拉肚子拉了一天，原来是吃多了。不是，是客人扔的东西其实是不适于我们吃的，比如说给我们酸辣粉、螺蛳粉，给我们臭豆腐或者是什么火锅底料。你们都吃了，我们自己心里没数，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因为客人给的东西啊，也有情绪价值啊，给了你得吃啊，然后吃了我们就拉肚子。所以我们这儿是一个动物园。对，这是个动物园。我们是明星动物。我们以为我们是人是吧？我们以为我们是明星，没想到我们是明星动物。但是不对啊，你看，这个和我姐长得像吗？一模一样。太一样了吧？哦，是哦。不漂亮吗？不白吗？但无论如何，其实这6只动物就意味着就是我们6个嘛。对。我们到底是人还是动物啊？没有，人也是动物。哦，真的，跟我们玩上这个了。我们一定是动物，原因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每个手臂上写的是针对人类的一场复仇，那不可能是人类针对人类的一场复仇吧？它是一定是动物针对人类的一场复仇，所以有可能我们或者我的意识或者是我本身就是动物。是的。其实今天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捋一下里面4位嫌疑人的动机。我没有什么动机。啊？太着急了，哥们儿。你还没有动机。对不起，开玩笑，我开玩笑，对不起。因为你是个 I 人，你社恐，然后他还逼你直播，然后你就更痛苦了。听到 OK。人记得清清楚楚。旁边坐了个动脑子的，你完蛋了，我跟你说。他已经没有办法解释了。OK。第一是逼你直播，对吧？第二是因为你姐姐那个各种表演，然后你想把你姐姐带走，逃离这儿，但是你又发现逃离这儿逃不出去，对吧？那这位小鱼呢？首先他让我觉得很累，他一直在逼我表演。我真正动了杀机是他动了我的弟弟。所以我一定要救我弟弟，不惜一切代价。还有你的新电影要上了，是不是？没有，在那之前要把控制你的人全都给干掉。对，要去拒宣，所以你就下手杀了他。对，我来不及，我必须跑出去。OK， 那小兔子的这个动机是什么？我的动机，我没有动机。你上手很快啊，宝宝。没有动机。来，你男朋友亲自指责他的动机是什么？对，我们俩完全没有动机，我们就是一个性格好，一个逆来顺受。就是因为性格太好，触底反弹。对。这个男是什么动机呢？男第一是拔他的指甲，拔指甲电击他嘛，对吧？这是真虐待他。对，是虐待。对，而且发现她男朋友慢慢在开始拉了，变卡皮巴拉了。就是男朋友处于危险之中了。OK， 是的，所以动机也是成立的嘛。成立的。你好着急，甩给我。没有，不是甩给你。OK， 那他呢？这个小卡呢？我的情感逻辑是这样的，我是一直在备受虐待，但是我的性格是不会让我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委屈的。思想上的巨人，行为上的弱者。但是我确实是看到了我对象他在心疼我这些东西，就是我看到我对象他因为心疼我情绪非常低落，我是心疼我对象心疼我自己。真是啥好赖话都让他说了个遍，都让你说了，给了我就是明白了，你不用再说了，心疼他对象。
就是我卡皮巴拉的性格天然的就是无害，我是没有办法做出伤害人类的事情的。没错，有道理。但是即便如此，我也会因为心爱我的人心疼我而去心疼这件事情，感到难受。你可以出去了，朋友。其实，我就是这样。然后你也看到了你心爱之人被受伤、被虐待。你想杀老板吗？我想杀老板，但是我不敢。你看我像敢的样子吗？啊？想。你看我像敢的样子吗？那这么看来，其实你们的杀人动机都已经出来了吗？但是现在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点，什么？就是他的死亡时间，根本推不出来。对，是的。因为你想开会之前，老板先过来讲了一段话的。坐在那儿准备要开那个 party 的时候，感谢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疯狂动物趴，第一个最惊险刺激的环节——都市怪谈分享会，现在开始。讲完话他走了之后，我们在那开 party 的时候，突然一阵断电，然后老板的尸体就过来了。死亡时间这个时间我们是知道的，也就是从他离开到他的那个腿掉下来这个时间了。我们在进柜子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他的躯干了，所以我们几个人都有所谓的不在场证明。对，所谓的不在场证明。他是如何跟我们在一起的情况下把这件事儿做了，而且把腿出现在现场了？我觉得有一个方法就是有帮凶，对不对？确实，那肯定有第三者，像秘书。这些啊都是我们公司的员工。那你还知道我是你大客户啊？电脑也是多哥的。多哥是谁？前台吗？不知道哎。作案手法现在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完全不知道。那他的死亡原因是什么呢？他的死亡原因，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人在死的时候一定是要先失去意识的啊，因为你无法活着清醒的忍受你被截肢的疼痛，且你的全身腐烂在一个水里面的疼痛。但是呢，问题就在于我们只找到了一个毒药，叫做附庸了。这个附庸了只存在一个溶解的效果，但是它并不存在让人失去意识的效果。死亡时间我们是知道的，也就是从他离开到他的那个腿掉下来这个时间。这个人在死的时候一定是要先失去意识的。哎，对，你们刚才观察他的头了吗？他头怎么了？他的头其实不像什么？像被电死的，像被电死的。啊？你从哪儿看出来的？哦，这老板的头。是有烧焦，有黑的。在哪儿？就是在脸。我看他那个手上是没有的。手上是没有。手上对。我觉得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他要用附庸了？为什么？我觉得他是想销毁什么东西。对，就是为什么就是销毁的只是他的躯干。对，这个手啊这些四肢留着了。四肢为什么留着？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话题讨论，解锁独家副本花絮，探索游戏隐藏设定。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推门游戏攻略，赢福利。来进入音乐秀《双城之战》，收获今夏最夯的实景剧情，向探索体验。扫描2维码了解更多资讯。这是个什么地方？他们嘴里说着爱我们，却用这份爱囚禁着我们，甚至还有些人类在伤害、虐待着我们的同类。我要杀了他，让你们这些坏蛋也感同身受。不成，不成，不成，不成！杀了他！应该是注射了人形药水，把我们变成他们，让我们也感同身受。我们已经失去人类的尊严了。哇！我的天哪！小动物的墓碑，我们已经死了吗？那我们现在是什么？都说兔子非常能忍痛。我看不了。
好可怜啊！让我们辨识这个，再来虐待我们。还要替这些动物来报仇。那有什么资格去杀推好玩呢？最精彩的环节来了，我们可以互相撕咬了。你很像凶手哦。我只有在水里是如鱼得水的。你这个太牵强了，你更接近老板。不可。极佳的夜视能力。不相信我？这里没有感情牌。我相信我弟弟。只是一只小狗而已。这不一样，不一样。不能排人。接着栽赃，所以呢？还在伪装。瞅我。又来这一招，哎，那就是这把就跟你们了，得你们决定了。神魔就在一念间。同城真可以，旅行省到底。本节目由硬核低价藏不住的同城旅行冠名播出。推理真相大白，天猫真香，好物安排。本节目由天猫特约赞助播出。美味曲奇超好吃，有豆才豆，趣多多。本节目由趣多多曲奇行业赞助播出。人间天堂，最美江南，苏州文投集团为幸福添一份苏州味道。Nano 开推联名周边，腾讯视频 Goods 商城热售中，快来抢购吧！全新搜证小游戏《搜证总动员》上线，边看边玩，与玩家同频搜证，沉浸式打捞推门副本线索，解锁 Q 版造型皮肤。到腾讯视频打开开始推理吧第4季，找到播放框下一起玩，开启搜证吧。到腾讯视频打开开始推理吧第4季，找到播放框下一起玩，加入在线锁凶游戏，变身推探，与推团同步破案，赢取金钥匙。夜色系观演绎，推是新鲜密距离，人与晃的一起，暗潮无声才有意。风声起，脚步急，乱世藏进隐隐去，真相隐无声的夜里无痕迹，秘密心藏着爱，建立着大旗，残期继续是波。上微博参与开始推理吧话题讨论，分享你的闯关思路。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开始推理吧，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开始推理吧，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界面新闻与美好价值创造者同行。感谢丽丽城传媒、腾讯视频 TV 版、极光 TV 同步播出，大屏观看更畅快。关注腾讯视频 SVIP 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追剧资讯，领取 SVIP 优惠。搜开推4特惠开会员，抢先开推，更可解锁精品花絮。Jump 来了，腾讯视频会员新品，年轻人的专属。